一个是这个面，好换走，然后这个侧要让它平，在这边停一下子，然后再换正面，然后再换。我不是教过你们那个撑着，然后侧面、背面、侧面、正面那个要多练，就是你的身体在强度来讲要能够成一块板，哎，成一块板子，啊，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转。这个腿，你如果要往你的左转的话，哈，这个腿先过，哎，好，然后好过变这个手支，这个手支撑，这个手贴腰，这是这个面，这个撑了以后让平呐，要都是要尽量平，这个面撑了以后，然后这个手撑地变成这个面。这个面要平啊，然后那个脚过，这个脚过，这个手起来贴，哎，在这边，这是这个面，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子绕一圈，哎，是说绕一圈是这样绕一圈？对，侧。对，慢慢，不要那么快。我是要你在每一个角度啊，每一个角度都要练成跟一个平板一样，哦，平住，那个手肘稍微弯，不要直，稍微弯。对，这里就是不要让胯起来，不要让腰掉了，啊，然后再来变成正面，对，这个起来，哎，对，起来，对，然后脚过，然后换，换的时候也不要掉，这腿直，对，腿直，对，就这样子一圈做，啊。哎，对，好了，起来吧，这样不懂？那这样子就是说，你每一面都要成一个整体，哦。对，攀岩的话确实，因为什么哈？因为什么？我等等讲哈，好了。因为凤仪聊到他有在玩攀岩呐，啊，攀岩这个东西啊，训练来讲啊，对我们练拳啊，对身体的功力的开发是有帮助的，因为攀岩这个东西啊，你又要柔软，你又要这个又要坚硬啊。那一般来讲呢，你有了坚硬有力量，你就失掉柔软了；有了柔软，你就失掉坚硬了。啊，所以要兼顾柔软跟坚硬，你一定要用筋。那里面有一个功，我以前教过你们的哈，一个简单的。当然那个睡觉的时候挺住啊，睡觉的时候挺住是一个，就是你都可以练，你们年纪轻的时候啊，年纪大也可以啦，那就是你开始不要用头，你就用肩啊。我们最开始练是这个，就你这样，你先把腿往后收嘛，然后这样子你就练这个，让腰平，然后慢慢的脚往前移。啊，慢慢脚
脚往前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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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腰平啊，到腰。那后来我们是用头，那你们练就不要用头了，不要用头了，因为很容易伤颈啊。你们就用肩，就是睡觉前或者睡觉起来，那个床要硬的哦，啊，床要硬的，就这样子练，整体要成为一块。那这个是正面的嘛？那其他的面也是，你做做看，你做做看刚刚那个。所以有4个面，一个是这个面，好换走，然后这个侧要让它平，在这边停一下子，然后再换正面，然后再换，这都要先过脚，好变左侧面，好再回来，就是这样子可以绕一个圈，好起来吧。就是你每一个面都停留一下，训练它成一个板。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啊，在轻功里面非常需要，在轻功里面非常需要。这个我很少教，也没有地方练。我记得以前在那个。以前 Miro 在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在户外的训练，在新店一个庙那边训练，你们谁有参加吗？啊，你有吗？哦，没有，在那个地方啊，环境里面有这个东西才可以练。那一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啊，轻功最基本的是上墙嘛，最基本的是上墙。那他们上墙呢？轻功上墙不是说踩几步手一搭，然后一撑上去，它不是撑上去上那个墙，因为你撑上去上那个墙哈，尤其是晚上或任何时候啊，人家在里面的人一看你的背景是天嘛，所以你突然墙上多一块东西出来，非常明显，非常明显，所以不可以这样子上墙。那他们上墙是怎么上呢？他们就是说，比方讲这个墙了哈，这低了哈，就是说他跑到这边，手一搭，手能够搭到墙头了，然后呢，这个身体啊，就像你刚刚这个脚啪往上一甩，整个人就平的上来，贴到墙上面，这个叫飘，这飘上去，飘下来也是一样，下来也是平趴在墙上，然后身体这个你们大概都会，但是还是要练到飘下来，身体往下一滑，飘下来。那个飘上飘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必须是一个什么？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像平板一样的，整个上去的啊，整个上去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高的，像你攀那个也是一样嘛，你这个手搭在这个地方，你画一个脚可以勾到另外一个，是不是？脚一放面一勾，这个腰就要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在以前练轻功，你弹跳练了以后啊，在轻功的身法上面，轻功的身法上面，这个是必须的。所以我说它跟跑酷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使用时机跟不一样的概念啊。那它一般下来，它有什么方法下来？最基本的下来的方法，就是说它不是非常高，一般就是我从这边下来啊，是身子下来，这个很多人都会了。下来的时候手一推，绕一个圈下来，这样能听懂吗？我们一般以前小孩子爬墙要下来，全都会啊，就是人在墙上面嘛，我的下半身先下来嘛，下来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差不多直了，我的手一推墙，身体转向那个地方去，这样子下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下来的方法。然后呢，
他们还有下来用什么？用旋风腿下来。旋风腿是一个消减，从上往下的时候，旋风腿是一个由上往下消减重力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下到地上是一个圈，这样子，在空中一个旋下来。旋风腿练得好的，旋风腿是一个下来的方式。还有一个下来的方式，以招式来讲，就是凤凰漩涡。就它高往下跳的时候啊，我们凤凰漩涡是什么？凤凰漩涡就是这个，就是你在空中的时候啊，旋风腿也是一样嘛，旋风腿也是这样子转一个圈嘛，凤凰漩涡也是这样子转一个圈嘛，所以它下来的方式，飘下来是一个方式，是最基本的方式啊，然后凤凰漩涡下来，旋风腿下来，你反正就是要转一个圈。当然下来，一般现在下来做一个翻滚啊，翻滚这个东西在武术里面啊，其实并不是很好用的，你没有办法用，怎么讲呢？因为你身上有东西啊，你不管是挎刀还是背剑，还是有背个包袱，或者手上有拿东西，所以常常你身上不是那么轻便的啊，所以常常你不能用到翻滚的方式做，所以他们都要用这种在空中消减那个重力的这个方式下来啊，所以练铁板桥啊，当然以前教你们的练那个弹跳腿上的那个弹跳劲，那个是第一个，那个是从小要练的。然后有了弹跳劲能上了以后，你下来啊，上去是飘上去，下来是飘下来，或者旋下来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轻功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轻功所谓的轻功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功啊，很多的功。所以我师父讲，他们家乡有一个山啊，叫做独山，就是独立的独，那个山一边是有坡，一边是直的。一般人上都是从这个坡上嘛，宫保田上是从直的这个上，他从这个上啊，那他就像攀岩一样，他只要手指头一搭到，身子一缩就上去，所以他手指一搭一缩，就跟猴子一样那样上去。那这个，所以他的指力非常强，现在攀岩很需要这个，很需要指力啊。可是指力呢，又跟什么有关系呢？指力又跟你全身筋的连结有关系。所以指力不仅仅是指力，不是我手指的力量大就好了，不是，它是手指一扣的时候，那个全身的筋都起来了啊，然后一弹上去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他在玩攀岩嘛，所以顺便提到的。那这种东西啊，攀岩啊，很多的现在的极限运动什么哈，不能用蛮力玩，啊，有很多的东西啊，它发展出来是看到了当初有人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的人去学啊，可是你不一定有掌握到前面那个人他具备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正确的能力，而后面的人去学，就用他的本能力去玩，就很容易伤啊，所以他说玩攀岩的有很多都是受伤啊，膝盖打钢钉啊什么的啊，这些表示你的方法是错的那跑步啊也是一样嘛，你反正弄出伤来了，就表示说你的方法是错的
啊，所以我们讲轻功，光讲一个轻功2个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它里面的东西非常多，你要练的东西非常多啊，所以身体的那个细部控制啊，细部控制是很大的啊。